欢迎收看关键时刻，我是张道和。我们都知道，《纽约时报》它非常讨厌川普，甚至很常黑川普。在这一场 AI 大战里面，他怎么形容川普的策略？他说，川普他现在就是什么？他是全球的晶片总司令。他里面写到，他说从来没有一个总统可以把手深入到企业的营运里面。在这样干的情况之下，习近平怕死了。为什么怕死？你看到路透社怎么样说？路透社说，美国政府在出口的 AI 晶片上面装了追踪器，防止被盗卖到中国。这代表一件事情，晶片上面它真的有追踪器，这让习近平不免什么脊椎发凉。你现在我惹到一个不该惹的人，我竟然惹到川普，他竟然是玩真的。所以《纽约时报》的晶片总司令川普，他就是要这样子一路干下去。好，我们现在介绍今天的来宾，第一位财经专家黄世聪，大家好；时事评论员张宇轩，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姚慧珍，大家好；专业专家林廷辉，大家好。好，最后是林传媒的政治司法组召集人吴正峰，大家好。志聪，我从来没想到《纽约时报》，我今天看说，黑川吧，没有想到我今天看到说，他形容你今天川普是全球晶片的总司令，没想到川普他真的是玩真的，对，玩真的结果是什么？习近平怕死了，我真的惹错人了。你所有东西我都不敢要的。对，没错。我们知道，事实上，中国跟美国之间来说，未来的最重要的争霸是在 AI 的关键是在晶片。所以呢，川普他现在把自己变成什么？我变成是你难产的敌人。那难产的敌人要化身成什么？事实上，这个《纽约时报》讲的非常有意思。你看 ，Trump had made himself Commander-in-Chief of the chip industry 是什么意思呢？川普把他自己变成了是晶片产业中间的总司令，也就是说什么事情呢？这个产业呢，现在是我话事的意思啦。好，那当然，所以你就知道说，事实上你看，包括最近你这个辉达 H20要不要卖到中国去？这个所谓 AMD 的 MI308要不要卖到中国去？都是我说了算，所以都是我决定。然后呢，你们缴15%给我呢，当成是你们可以卖到中国去的这个所有的这个状况是我说了算。所以现在全部都是过去一段时间呢，我跟他讲，美国政府是这样子，美国总统是很难得会去介入一个产业的。过去一个例子是因为当时2008金融海啸的时候，奥巴马为了要救那些汽车产业嘛，他才会这样。但是从来没有一个总统像川普这样，他就直接介入到这个产业，等于你这个产业你要玩什么都是我说了算。那我讲现在是只有这样子，没有。现在贝森特这个所谓贝森特说什么呢？我们呢认为呢，随着时间推进，我们可能会在其他产业看到这种模式啊。等一下，就说这也太吓人了。对，所以除了晶片总司令之外，其他产业对，川普也要当总司令。也就是说，他未来会变成什么？药品业的总司令。他可能也会变成是什么汽车业总司令，反正各种总司令他就要当就对了啦。所以你看，既然我们知道这种事情的这个方式还有这个版本的话，为什么不扩大应用呢？所以你要事实上未来可能会所有的产业都要应用。那我跟他讲，这个对谁很头大？对习近平很头大。为什么？因为我就跟他讲，事实上他等于是用不择手段学习习近平的方式。我们在节目上讲了很多嘛，中国谁是这个半导体总司令？习近平，对，谁是汽车总司令？习近平。他说你们不要内卷了，不要杀价，都是他说了算。现在他也化身成总司令，跟你对抗啊，所以这个对中国来说压力其实相当大。那尤其是最近媒体又报道一个这个路透社的独家，他说什么呢？事实上我就说，美国为了要这个赢这个中国的话，有一点点真的是不择手段。他说呢，美国政府呢在出口到 AI 的相关的这个产品上面来说，它好像加了一些追踪器。那追踪器来说，就可以知道说，你这个产品最后到哪里去啊？你有没有到不该去的这个地方？原本大家只是质疑哦，就路透社就直接给他说这是真的，真的有这样的一件事。那好，所以我才说，现在的习近平为什么习近平要进 H20？原来他可能真的认为说，你搞不好埋了很多所谓的程式在后面。结果我想说，这已经够夸张了。没有想到一件事情是，连你企业要去卖东西，我还要抽成。我心里想，这跟黑道一样，保护费都来了。没错，类似过路费的这个概念。这让黄仁勋呢，跟这个所谓的川普呢，他们就进行了一场交易。我觉得这种交易来说话，怎么会是总统跟这个高管在这个进行交易呢？这主要原因是因为 H20的晶片，当时我们不是说到吗？黄仁勋想要卖 H20的晶片到这个中国去嘛，但是呢，川普一直不放行。对，那川普一直不放行的时候，其实黄仁勋也用了很多方法，包括说像4月中去一个这个海湖庄园的这个会议啊，然后跟着他跑到中东去，一路陪着他。他想说这个川普你可能会松口，川普迟迟不松口啊，所以后来呢，黄仁勋要怎么去呢？他在白宫先找了一个盟友，叫做 AI 沙皇，叫萨克斯，对，就这一位，现在管 AI 的。
他就跟他说，萨克斯，我们先统一立场。我觉得呢，如果我们能够把我们 H20卖到中国去的话，应该可以呢变成是我们主导这个中国市场，这样对我们 AI 发展比较好。所以萨克斯呢就对这个所谓的这个黄仁勋的理念相当的开心。好，那他就跟黄仁勋说，我跟你讲，你要说服我们总统川普的话，你要以理去跟他说明。以理哦。你不知道，我跟他讲。事实上，这个所谓的川普，你有没有注意到他开了任何简报？对，他简报都会有个简报纸，对不对？他会自己拿那个简报出来，对，然后这边说这个是几趴，对，你要用这种方式，所以他就说 OK， 所以他在这个会面中，为了要讨川普的欢心呢，他也为总统制了一个图表，有一张图表，然后也是用图表说明说关税会给这个川普增加美国晶片业产量的目标带来反作用，并且这张图表上面呢签了名。所以就说你会用图说明，我也会用图说明，那这个就很合这个川普的胃口啊。他讲到OK， 你要讲到让川普理解啊，你要跟他沟通，那川普就 OK 就这样。那于是呢，7月10号他们先讲完之后呢，辉达就这个需要进入中国市场，还要获取当地的 AI 人才。他还反问川普说：“总统真的希望让中国坐收渔翁之利吗？让辉达这样的美国企业沦为输家吗？”那你以理说他的时候，我跟你讲。川普很会打算盘，对，他打一打算盘说，好像真的是不行哦。所以后来这个所谓的黄仁勋到中国就说 H20可以卖了，问题是 H20可以卖的时候呢，问题是川普后来又见了一次，就在上个礼拜，库克他跟库克见面之前，先跟这个我们黄仁勋见面，他跟黄仁勋见面，他就说这样了，仁勋啊 ，Jason 啊，我们上次说呢，你这个我 H20晶片可以卖到中国去，对不对？但是我跟你说不行。啊，为什么不行？我都拿了表我跟你讲，我们要给你抽一个费用，什么费用？20%，就是说你呢卖到中国去 ，OK， 我抽20%，太高了吧？你的营收的20%，我抽给你，你要给我这样，你当然 Jason 当然说太高了嘛，对。然后呢，川普说不行，就20%，然后这个 Jason 就15%、20%，两个就要喊价，最后之后呢，就是15%。所以最后黄仁勋就说15%啦，好不好？不是，所以他们在里面拉扯，一个喊20，一个喊15，对啊，就拉扯完，跟菜市场买菜一样。对啊，所以才说你看他就是一个总司令嘛，那你可以来跟他买价，你可以来跟他叫价嘛。那两个人后来达成个协议，就是15%，就这样。好，那最后就是这样的这个状况，他们就说付费上车的这个模式嘛。好，那因为他这个模式 OK 的，所以听说了 AMD 后来也去找了这个川普，说 OK 我也卖。那也是15%吗 ？OK， 那也是15%，所以现在都是15%，所以未来搞不好呢，你美国很多商品要卖到中国去，就是要收15%的过路费，这就是他的这个理念嘛。所以我就说他的这个川普的做法跟过去完全不一样。好，那我就讲这种东西来说，你看连贝森特都说，你看这个企业缴纳这个保护费呢，恐将成为常态。你看，这是他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因为你15%开了一个门后，对，包括你刚刚讲，不管是药品或者是车业，是只要一个人谈成了，对，那个就是固定大家是要缴的。讲简单一点，就是我们黑道中的要交规费了。对，没错。好，那你看，事实上连他们的发言人就说，这项安排目前为止只有到辉达跟超微2家公司啦，但如果未来或许会扩展到其他公司嘛，我跟你讲，一定会扩展到其他公司，不用想，一定。川普觉得这个太好用了嘛，我可以多拿那么多钱。你知道吗？事实上，以目前为止来说的话，如果我们跟8稍微算一下，辉达一年卖到中国去的大概是500亿美金左右。对，500亿美金左右来说的话，如果你能够抽15%来说的话，你已经抽了70-80亿美金呢，这是净赚，真好赚。对呀，你还有 AMD 耶。对呀，那么多厂商，以后还有很多厂商都要抽这个对美国政府来说不抽白不抽嘛，对。好，那我就跟他讲，为什么他真的变成总司令？我想他有收有放。就是我一方面跟你收钱，对不对？另外一方面我放，什么叫放什么呢？我们的艾斯摩尔这个极紫外光机，它是欧洲的公司，那欧洲公司现在要到美国去，对不对？到美国去，现在欧洲呢必须要他所有东西到美国去，必须要课15%的关税。对，那结果呢，这个川普就说这样啦，我们为了我们美国企业的发展呢，你的艾斯摩尔这15%了，我就不要算了。就这样，他算什么？你只要运到美国来的，通通不算。你知道为什么这差15%差多少吗？每一台 DUV 的系统成本会增加大概1300万。对，那每一台 EUV 的这个设备，它会增加大概4000万。为什么？因为一台 EUV 大概要3亿美金，3亿美金你乘以15就是4500万嘛。那 DUV 增加那么多，赵尔，你不是在鼓励说什么 Intel、三星、台积电要在美国设厂吗？结果我因为从欧洲进口，多付了4000万美金，
一台原本3亿变成3亿5千万，那你觉得这个厂商会怎么觉得？不行嘛？我才不要去设厂嘞。对啊，所以你知道市场他就说好慢。所以我在跟你讲，你不要以为这个总司令好像大老粗，就是只有收钱，你会觉得他很像黑帮老大。那的确也是像黑帮老大。为什么？你看现在陈立武回去了，他回去他这个收到川普，川普说我觉得你是个成功人士。对。那陈立武也知道了，他也知道川普在打什么算盘。他没回去之后呢，马上在官网，你看这是 Intel 的官网哦，他们有什么产品啊，然后我的这个产品资源啊，解决方案一大堆，有了没有了？他突然出现了一个新的，叫做 USAI。那 Trust AI for our most trusted institutions， 就是说我们是最值得信任的这个企业，最值得信任的这个 AI。你看 USAI built by Intel， 所以也就是什么？美国的 AI 是我们 Intel 制造的。这一张图，对，我宣誓忠诚。对嘛？你看这就是有中了这个川普嘛，川普的 Make American Great Again， 你看 USAI 这个 US 2个字。就是川普最喜欢的，所以你看，这就变成是向美国政府是输成的一个状况嘛。所以呢，那好，那这个 USAI 在展示什么？它这个影片里面来说，它说什么啊？我们没有网络也没有问题，因为它是展示的是叫 Edge Runner 的这个战术 AI 聊天机器人。也就是说，它为什么为美国国防部还有情报专员所用的？我如未来我这个有点像什么007啊，然后它有一个这个边缘 AI， 它不需要网络，它就可以开始去跟我们的这个国防部的官员啊，譬如说我们直接聊这个点对点，直接聊这个我们现在遇到什么难题啊，然后怎么样，或者是说你是这个情报员，你怎么做？这就用这样的方式，然后这个 由 Intel 平台装置，然后短片就大打美军形象牌，这不就中了川普吗？川普最喜欢什么？美军啊！好，那我想除了这些厂商被他压迫之外，还有另外一个，这是其实我们刚才讲到路透社报道了嘛？路透社报道就是说，有很多伺服器的供应商的5个人士说，包括戴尔，还有这个 Super Micro 就是美超微等伺服器大厂所出的货中间，确实安装了追踪器，而且这些伺服器大厂搭载辉达或是 AMD 的这个晶片，也就是说突然是这样子。那我跟你讲，消息人士就说没有啊，我们都没有这样子的这个情形啊，那我们自己都不知道，你看连厂商自己都不知道。所以这个消息出来之后，习近平吓死了。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原本的人家就说有可能是装在这个所谓晶片上面嘛，但事实上现在好像不是装在晶片上面，它是装在这个机台，因为整个机柜其实相当大。然后机柜里面来说就被丢了一个很小、体积很小的这个所谓追踪器在这边。我刚才讲厂商自己都不知道，对。那主要是这样，在2024年的一批搭载辉达的这个戴尔伺服器中间，美国政府不仅在外包器上面装了大量的追踪器，甚至在包装内部还有伺服器内部装了体积更小的追踪器，因为这就是一个大型的伺服器，我可能就放一个追踪器在这里面。那我在这里面来说，我就知道说，你在追踪器最后跑到什么地方去的一个状况哈。所以呢，现在川皇已经化身成晶片总司令，那未来会有更多总司令的头衔都会挂在他的身上。宇轩，我们刚刚这样一路看下来，川普他真的是太狠了。你看到这一段画面之后，你就完全知道，原本 Intel 可是被美国赋予重大的责任。你看到这画面也太厉害了，这是无人的越野车，结果我叫你做。你做不出来，做到你翻车了。对，因为川普呢，在 Intel 这个事件里面，他得到一个概念，这个概念是什么呢？跟你讲常规的方法，走正规的方法，跟你讲武德没有用，得要像中国一样，得像乌克兰一样，不讲武德才搞得定。那个时候呢，原本 DARPA 也就是美国的国防高等研究计划署跟 Intel 要合作一个案子，对，这个在2022年发生的。他说我们要合作什么案子呢？我们制造一台呢。无人的越野自驾车，换言之，这个是当时最早的一个 AI 的构想。就赵娥，你猜怎么找？本来讲的很好听哦，说我们用机器人来弥补它的能力跟它的自主性，还有模拟平台，如何我们要去克服地形障碍。然后呢，花了48个月，总计2个阶段。那到现在为止应该做出来了吧？对不对？没有。就没有然后了。所以现在这个画面根本就只是个宣传，根本是个动画片，你食品一个都没有拿出来。会卡在那个时候。2022年 AI 晶片有像现在这么发达吗？没有哦 ，AI 是最近我们讲几年突飞猛进哦。那 Intel 后续有没有做出 AI 晶片来？他搞不好本来跟你讲嘛，说我跟你讲，我2奈米没问题，我3奈米没问题，我怎么样都没问题，我马上把你弄出来，就后面就卡关了嘛。所以最后面的结果是什么？讲了老半天，挂鬼挂波，美国要自己来自己混。不比赛，所以紧接而来，他们现在终于学会新方法。这个方法是什么呢？不讲武德。怎么样不讲武德？比如说无人机，原本他们要采购的方法是什么？什么营长啦、排长啊、层层签呈要签上去啊，签上去之后要长官点头同意啊，然后集体采购嘛，照对不对？对。现在不用了，你直接爱怎么买就怎么买。所以 Intel 的事情
让他们非常气。我们2022年这样子搞，现在我们不能这样搞了，我要加速所有的流程，所有的事情都简化，你要什么我都给你的。哎，不止简化，就你阿那布啦，反正我只求事情能办妥就好了。比如说，我们现在就把无人机当作是子弹哦，你买子弹，超商你可以买子弹嘛，对不对？所以随随便便的很容易。我们现在呢不用任何签程，你爱怎么买怎么买哦。他还列一个列表，就说这上面的你随便都可以采购哦。所以你看啊，这个备忘录都已经写下来了。对。但是呢，所以更可怕的是什么？更可怕的是，它不只是这样子，它还把它分门别类，它分为1、2、3、4、5、6类。然后1、2、3、4、5、6类，比如说第一类跟第二类的无人机呢，这叫做耐用财产，对不对？以前是这样嘛，那照很，这耐用财产很麻烦哦，它要维保。他要修缮，所以每年比如说像我们当兵高装检收，对不对？他就要去检查这装备。他说不用了啦，消耗品啊，意思就是说你今天如果弄丢了，你就重新再买就好了。哎，不要紧，所以他把所有的东西都大幅度的释放，对，甚至是采购的权限也大幅度释放，下放到0到6级上校，我们讲以上的，比如说排长啊、连长啊都可以买，不用说一定要高官才可以买。所以你知道吗？他不只是在国内这样做，连台湾都受惠哦。你知道台湾怎么受惠吗？我们以前买一个装备，比如说买一个军购案可能要等个3、5年，对，全部都延档嘛，对不对？对。他现在没有，他说我跟你讲我要骂你这个 Enduro 的这个 Artios 600N， 对不对？结果他说20年来首创最快交货记录，去年6月底的，知道了，现在已经拿到了。你说不到14个月，对，以前要拖1、2年，对，结果现在你美国变了，对，加速了，因为我们发挥他们资本主义的精神。你看291套 Artios 600N 呢，马上的迅速就交货到这边。还记不记得 Enduro 自己还一直说多爱台湾，对不对？就没想到马上就交货起来，创下有史以来最快纪录。但你知道为什么这么快吗？他们真的是在商业化模组。我们都知道美国很多拍卖平台，以前是什么 eBay， 然后现在是什么 Amazon， 对不对？他就说我们来打造一个无人机版的 Amazon。你现在看到这个画面有没有？有没有看到 All you can pick？ 你想要买什么，动手指头点一下，各式各样。你看有没有像跟亚马逊一模一样？有分价位，你需要什么样的价位的？你需要什么样的规格的？你需要什么样的特性的？就一目了然。所以过去我们看到乌克兰已经是有这种无人机的这种，我随便点手指，我就可以随便买的。只有美国现在要把这一套完全搬来了。这里，而且他说什么？这是无人机版的亚马逊。对啊，因为你权限开放了，你要知道去哪里买嘛。比如说我今天是一个连长我知道我可以买无人机，也不用跟长官报告了。我想要买50台无人机，对不对？那我心中有心仪的对象，但是我又不知道去哪里啊。所以他说好，没关系，我帮你解决。因为乌克兰有这个 Brave One Market， 那我们就把它变成是美国的 Brave One Market， 什么意思？完整把它复制上来。换言之，你现在如果是美国阿兵哥，对不对？你只要上网不管你是军网或者说内网等等的，找到这个网页，然后呢，你就动的手指头利用这个系统，你就可以下单你所要的无人机。而这个下单之后呢，它就像我们讲快递一样，很容易就迅速送到位。所以我都怀疑台湾现在如果未来采购的话，是不是会更快？因为它如果有这个网站的话，你就像我买网拍一样啊，就这么清楚简单啊。而且你知道它甚至还有这个清单，这个蓝名单是什么呢？对，这蓝名单就是说，只要你被列在这个蓝名单上面的，因为无人机是不是会有治安的问题？对，比如说大疆都不可能用嘛，有一些国安的问题，所以他直接为了把迅速流程简略化，你只要进这个清单，就保证这都没问题，那你就可以上架在这边。你上来这边之后，你的什么上校啦、连长啦，就可以直接来这边下单。然后呢，随你买的。对，可能他只要有现货，他搞不好还后面附出一个，现货库存多少，你就可以直接到货。这么厉害？对啊，他现在就是把它商业化他就想说，反正你中国这么会弄，我现在也跟你这么弄啊。因为对于我们讲的中国来讲，很多他仰赖的是什么大疆嘛。那中国过去因为大家知道共产主义集权国家虽然说没有真的施行共产，但集权国家，所以他可以不讲武德。但美国呢，为了要超英赶美，现在变成是要追上中国的无人机的脚步，势必也得要做出相对灵活的调整。为什么说川普这么狠？因为他的唯一敌人是中国，中国的手段比他还要下三滥。你看到这一次我们调查局跟检调在查中资的企业违法来到台湾挖角，结果你跟我说，我才知道一件事情，这中资企业也太贼了吧！除了第一个寄出高额的钱之外，竟然还有安家费。我心想，我有没有听错？过去是黑道你去开了枪，你可能犯了案，你要去关了，我们要给你一笔安家费。结果你挖角也挖到有安家费，没有错。以前我们的那个传统观念是叫欧兜嘛，老大叫那个
细汉去开枪还是去犯案吼，讲啊，你若去人掠，你好好你去，啊，你的厝的人会给你照顾，以前都这样，对不对？那这一次呢，检调去搜索这个中企非法来台湾挖角这些据点的时候呢，他收到了一个这个文件，一个契约，上面写什么？写说中企跟我们的工程师约定，如果工程师因为他受雇于这间中企而遭到刑事处罚的时候，这间公司会给他安家费，根本是模仿黑帮模式。对，还有安家费，我嘛得个听过，检调人员也是第一次听到，他整个傻眼，讲这一项，这欧都复制黑道模式是不是？然后呢，你猜这种安家费大概费用多少？多少钱？5万、10万差不多，对不对？我跟你讲，100万起跳，100万以上，高不高？很你只要高吧被约谈或被抓到，100万以上的安家费起跳哦。所以你会觉得说，中国怎么这么有钱？没有错，因为我们台湾的高科技人才非常的多，所以他们想要这个弯道超车，一直想要挖角我们的人才，然后从他们脑中挖出 know how， 去帮助他们怎么样？帮助他们可以超捷径，然后超越台企。然后呢，这个检调这一次他抄了16间中企非法在台湾的据点呢，22间啦16间你猜？最后统计出来，他们违法输入台湾用以支付台湾工程师的薪水，总共多少钱？1000万、5000万，应该6、7千万有，6、7千万很多了，对不对？我跟你讲，12亿，所以他真的成功挖角，对，然后付了12亿元的薪资，没有错，而且这保守估计听说啦，我听说可能可以上看到15亿。你会觉得很荒谬，这就16间他就砸了12亿，那你会很好奇嘛？在我你刚刚讲中国钱按哪里来，对不对？我跟你讲，他们真是厉害。第一个，他们就是用这个开曼群岛设了一个境外公司，然后跟这些被挖角的工程师说：“我跟你讲你嘛可以开一个外币账户，我用我的境外公司打给你。”第二种方式就是他用港资，用港资，然后把钱汇到台湾。那你会很好奇，就汇来台湾，咱政府是青梅拢无看到。对啊，我跟你讲，因为他很聪明，他都用什么方式？他汇进来的名目，他都用说什么？他这个是资讯技术服务业务啦，或者是电脑设备维护啊，都是用这些服务契约你想看嘛？如果是服务契约的话，是不是就很难稽核？对，因为假设我们是买卖实体的话，你可以看说，我货柜出多少给你，你多少钱打给我，这是可以有这个物流跟金流稽核服务就没办法，对不对？所以他就规避这样子的稽核，而输入了12亿元。你也跟他去恐怖。对，郑凤这样很奇怪，他这样光是这样查到12亿，等于是他已经挖角是有成功了。没错，这件事情政府一定知道，检调一定知道，那之前就办啊，办了就抓，你只要用重点就没有事啦。对，赵哥说的相当正确，也是民之所向。但是我们的司法单位似乎没有这么认为我们从过往的案例，譬如说2021年，当时新竹地检署有办一个案子，就是有两个高阶主管，在高科技业的高阶主管，他们曾经在3间公司非常有名的大厂任职过，高科技大厂任职。然后呢，他们被挖角的时候，他们翻拍了几张照片，2000多张照片，对，比这次台积电的还多。对。然后呢，这个转寄了154笔的营业秘密档案，这个被公司发现嘛，公司就移送法办嘛，移送法办之后，当然的起手啊，你知道他是域外使用，这个营业秘密如果域外使用是1年以上到10年，对，算是重罪嘛。你有法官给判我这第二，就是1年，最基本的地板刑期就1年。他已经域外使用，等于是他已经把机密拿到国外去了。对，拿国外去之后，结果你法官你只判1年，1年2个人都只有哪有这种事的？你会觉得很扯，对不对？今在关了 T-Mobile， 伊就上诉嘛，伊讲这刑法吗？1到10年，你给我判1年，你给他增效的。结果呢，这个2审的法官讲，后来，我跟你讲正经的，我嘛刚刚一直就离谱，所以他1年这个给他缓刑2年，我认为这样不行，我把你撤销，然后说我改判你缓刑3年啦。一样不用关对他的理由是说，因为他要赔钱，赔多少呢？100万、200万，2个人就赔这么少。
所以可见得这个不止我们的工程师不认为说翻拍这种营业秘密有多么危险。然后我们的法官司法也不太了解这个的严重性。我跟大家报告说明一下为什么营业秘密外泄极度严重。你还记不记得2019年的时候有爆发一个叫联咏案？对，联咏案就是我们台湾的面板 OLED 的这个面板这个 IC 大厂它2016年的时候呢，它里面有个征信主管。征信主管被中国挖角中国有一间公司叫做明敖公司明敖公司就挖角这个征信主管说，你来，我跟你讲，你来我家做总经理啊，我的薪水也给你 double 这个征信这个主管就说很心动，就说好我去。那他去，他一定要带枪投靠，对不对？对。那他用什么方式？一样就是用窃取台积电的机密的方式，一样就是翻拍然后窃取。那他是少量多蚕食鲸吞，就是偷，慢慢偷。然后接下来他离职之后，就叫他老婆另外成立一个公司，然后接下来这个征信主管就挖他这个联咏的这个员工，然后来这边，然后这个员工来这边工作之后，这个钱就一直打到这间公司嘛，中企的钱就一直打到这间公司，就跟这一次剪掉挖角这种模式一样那你知道吗？他当时他泄密的这些东西，这个征信男子泄密的这些 OLED 的这个VR 技术还有这个面板的 IC 技术供给这个明敖公司。明敖公司呢，最后2019年的时候改名叫做云英股吧，云英股公司。你知道云英股因为受得这个联咏的技术，现在是全中国 OLED 就是 AMOLED 这个面板市占率第1名的公司，因此政府必须要正视，就是这些花大钱进入台湾的资讯，要如何去克服，如何去没收。立委诸公跟政府、跟国安单位、跟司法单位都要正视这件事情。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